6月17日，香港机场发生险情，阿特拉斯航空的一架波音 747-400F 货机起飞后因故障返航，结果降落时发生了爆胎，又遇到液压故障，导致一条跑道停用。许多媒体在报道此事时都说450个航班受到影响。有朋友认为香港机场有3条跑道，至于影响这么大吗？首先说，这次几乎没有人使用又是波音这样的标题，已经相当专业了。其实450个航班受到影响是官方口径，援引自香港机场管理局的说法。我们检查发现，当天香港机场有800个航班，多数都延误了15分钟以上，因此严格的说这不算夸张。当然并没有发现航班因此取消。阿特拉斯是美国著名的货运公司，当天涉事的航班由 N466KZ 直飞，航班号是 5Y43-3。跟踪记录显示，它于凌晨3点45分起飞，前往安克雷奇。在快要飞到台北市上空时，遇到了故障，它申请折返。进境时在香港外海盘旋了一大圈，于7点13分降落在香港机场北跑道，也就是256右，然后就在跑道上爆胎了。爆胎的原因不太好说，可能是因为机身太沉，也可能是因为刹车太猛。也有消息说，起飞时起落架就遇到了问题，跑道上曾经发现碎片。阿特拉斯的生意一向很好，目前不清楚它是否放油，但就算降落时重量符合标准，货和油加起来估计也是很沉的，压爆轮胎不算稀奇。这架飞机属于二手，但机龄才16年，其实也并不旧。那么有2个问题，一是为什么不拖走，不赶紧将它从跑道上挪开呢？早高峰相当的繁忙，不挪机会对其他航班造成影响。这个问题很容易解释，因为装了货的747-400爆胎的话，拖车是很难搞得动的。如果较多轮胎爆掉的话，就更麻烦。波音747-400货机最大起飞重量超过了400吨，就算把油放光也有250吨左右，一般都得转移部分货物之后才能拖走，而这个操作是相当的耗时。记得今年3月12日，韩亚航空的一架747-400货机也是因为机轮意外爆胎，趴卧在了香港机场的滑行道上。当时因为飞机装满货物，只能先将机上所有的货物卸下后才将飞机脱离。滑行道被占用，影响了香港机场正常运营近2天。第二个问题是，香港机场有3条跑道，当天航班才800架次，为何影响如此严重呢？这个就更容易解释了。香港机场现在其实只有2条跑道，因为中间那条跑道被挖断了。香港机场在疫情前客流很好，常年保持货运第一，每日的航班量经常超过1200架次，2个跑道已经饱和。为了前瞻性发展，香港机场在2016年就启动了填海工程，在北侧修建第3跑道。然而不幸的是，疫情来袭之后，香港机场的航班数量大减，目前已经退出亚洲前10。既然是只有800个航班，2条跑道就已经足够应付。因此香港机场在2022年11月25日第3跑道启用之后，建设人员就暂时挖断了中间那条跑道，准备对它加长翻新，同时也方便工程车辆快速往返，提高效率，加快北部新填海区域的建设。所以当一架大型的747-400货机在256右跑道爆胎之后，仅剩的1条跑道不足使用，导致香港机场450架次航班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。最后问朋友们一个关于飞机轮胎的问题，你知道波音747有多少个轮胎吗？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波音747前起落架有2个轮胎，主起落架有16个。那么加大点难度，这18个轮胎尺寸都是一样的吗？给大家10秒钟时间。答案尺寸都是一样的。现在主流机型无论是波音737、波音787还是空客 A320、空客 A380， 前轮都会比主轮尺寸略小，只有波音747的尺寸是一样的。这是因为它最初是被计划作为军用运输机，
使用相同尺寸的可互换轮胎也是设计要求之一。好了，本期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